唱。知道为什么没有 DJ 了吗？因为姚谦是 DJ。你别在这睡。哎呀，三个声音准备好了没有？哎呀，三准备好了 ，Put your hands up，Let's go， 继续的 go，bounce，yeah，let's go。你别在这睡，你怎么哭着脸？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man，Yeah， 我是 Superman，Yeah， 我是 Superman，Yeah， 你是 loser， 快点上一遍，我们在庆功宴。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man，Yeah， 我是 Superman，Yeah， 我是 Superman，Yeah， 你是 loser。你是那个 boss 开战斗，没想到超人都是 super idol， 绝对不植入细腻的目光，我的词汇让我体胸昂首。19年的故事不会暂停，继续写，和旧社打破张脸，不信到面前开这误解。你也是个 idol， 他也是个 idol， 你们都是 idol， 那我去找老球 battle。别抱怨内娱没有舞台，一直打抱不平，练习时长3天半。你我嘴皮子练给我听。idol 这 title， 没人想要开口，但是让你去当演员，你却说 yes idol。作业市面上的 idol 能拿什么出来跟我比？要是没人想要开口，但是让你去当演员，你却说 yes idol。作业市面上的 idol 能拿什么出来跟我比？要成不光来自从前辈，还靠着 JYP。JYP。Yeah， 你我的泪水，你让我哭到裂，哪个喊你搞不清楚我和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 idol，Yeah， 我是 super idol，Yeah， 我是 super idol。我的 title， 快点上一遍，我们在庆功宴，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 idol，Yeah， 我是 super idol，我的 title。你在这睡，你怎么哭着脸？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 idol，Yeah， 我是 super idol，Yeah， 我是 super idol，Yeah。快点上一遍，我们在庆功宴，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 idol，Yeah， 我是 super idol，Yeah， 我是 super idol，Yeah， 我的 title。今天姚琛在表演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小的心疼，因为我觉得你天赋不够。一位乐评人来给我说你没有天赋，怎么说？我只能说，迈步不带剪刀，瞎扯。虽然看我这个样子，其实我是做女团制作人出身。这话可能说起来有点难听，我觉得其实 idol 是一个天赋不够的人做的一个行业。就是因为你没有全方位六边形战士这么厉害的能力，所以你需要通过你的时间、你的努力，不断的去打磨你自己的舞蹈、你的唱跳，然后去磨练出这样一个舞台。你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还是差了一点点那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我是觉得天赋当然重要，但是天赋它是决定我们上限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做唱跳这个东西，你有天赋，但你不努力根本没有用。你有天赋，你一天躺在那儿吃喝玩，那你能做好吗？做不好。首先呢，姚琛，你前几场我看了，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你有做得很到位的地方，所以这场我觉得你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这首歌审美上是一个灾难啊，因为你用了一个想当然的 beats， 加了速。一个想当然的 beats， 一个想当然的口气，加上你写的这些很苍白的歌词，实话讲，这些歌词真的很没有天赋。
这首歌那么强烈的嘲讽味儿，你也写了很嘲讽的词儿，但是为什么唱不出嘲讽的味儿呢？是因为这个词儿太尴尬了，嘲讽太尴尬。第二个，你把这个加速跟这种 beats 跟这种唱腔，他把原曲的那种嘲讽的口气全部都没有了。如果真的是没有天赋在这一块的话，宁可让别人来替你做编曲和做这个填词。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姚晨，你做这个创作花了多少时间？就2天。2天，其实还是在一个压缩的情况之下了。但是人要有审美，如果2天做不出来的话，你宁可唱原曲。我认为唱跳 idol 跟我们从产业化来讲的话，它跟创作音乐人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工业化的一条路线，为什么不遵循工业化，各司其职的去做？你专心做好你最擅长的东西。idol 就唱别人写的歌，就唱别人的曲就好了，那是多少年前了，对吧？现在的 idol 哪个大师团体不是自己去作曲作词？说 idol 是纯商品这个概念，在1年前或者2年前的我完全认同，但是现在的我不认同，因为我觉得对于唱跳歌手，我想他们应该在这个时代有更加鲜明的个性的态度出来，才能够在现在的市场占据自己的份额。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不，老师，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方式。如果我把这个词写的特别的难以去理解，那我没有办法去直接一下子给观众传达到我的意思。这个歌写出来，其实就想跟王春训老师这种对 idol 有固有印象的人去写的。因为你还觉得 idol 是一个产业化的东西，但是其实越来越多优秀的 idol 团体，他们其实越来越有自己的一些颜色出来了。然后这个加速是为什么？因为还要跳舞，所以我才把编曲提快的。对，他是有固有印象的，所以我觉得他说什么，我觉得你把眼镜摘掉了，你再跟我说，我会听的。我插一句吧。我直接讲，我看到你这个秀最好的地方在哪里？最好的地方就在最后你开始跳舞的时候。那时候是真正的姚晨。也许真的是时间不够，但是老师也是在说，时间不够，有时间不够的做法。要是没有办法保证让你在台上能够自信，那是不是交给专业？其实是在给你建议。首先，我觉得今天从这个舞台上来讲的话，你还是能够把你起码你的勤勉，在这个舞台上是有表达的。没错。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演的不只是演给我们这些策划人看的，更是演给台下的这些观众看的。我觉得他们能 get 到你的东西，我觉得你这个舞台就不是失败的。包括大家讲的，包括天赋这种东西，我们见识了太多的有灵性、有这个天赋的孩子，见了太多，但是他们也没出来。相反，我见到太多的是没有灵性的。相反，我曾经遇到一个小孩来我们公司，因为我原来开过唱片公司，然后他爸爸陪他来的，说全家就什么都不干陪着他，他儿子已经写了300首歌了，就是他儿子是天才。然后听完以后，我真的就颓了。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讲，天分真的很重要，这真80%。因为创作你要大量的你的审美、你的感觉，这东西有的时候很难努力出来。但是呢，对于唱跳来说，我觉得他刚姚晨说的也很对，努力非常重要。因为那个东西是来自于身体，它有肌肉记忆，对肌肉记忆，对。可能我觉得唱跳的天分之一就是勤奋。我记得我有一年有幸去参加那个 MTV 的颁奖，在纽约，杰克逊上去表演了。他的舞台上是完美的，所以我刚说唱跳其实是非常难，因为人们会对唱跳的要求很高，就是因为什么是 idol， 就是你得在舞台上是完美的。你要想为什么有这么多组合呢？他的发明是因为很难有一个人担当所有的事儿，完美，像杰克逊那样100年出一个。找不着，唱片公司找不着，我也得继续要做这个菜啊。所以你来颜值担当，你舞蹈担当，你来演唱担当，把这分工给几个人组成一个组合。但是你说你要自己把它全担当在台上，我要全干，那你就必须顶住所有人对你的挑剔，这没办法。除了不停的练习，
不停的准备之外，你没有任何捷径。没错，挺好的，你就这样慢慢往前走，我觉得挺好。OK， 可以往前走了。来，去那个留言区。哦，我已经想好了，我又不想看。你不看了是吗？对，我不准备看。那你要不要张延琪帮你看一下？不用了，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对自己的舞台有一个总结的。明白。那我们直接看一下姚晨 Superman 的留存率。76.38%，没有到达。没事没事，拉满拉满。还有76.38呢。帅的。但是我这个眼镜咋办？你觉得戴这个吧，要不就还戴这个吗？戴一下给我看一眼。哪个好看？其实来到咱们节目，我只想唱跳，我就在歌单里面看到了，哎 ，Superman 好像很适合，然后我就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跟想法去写了词。你在这比心，你也是个 idol， 你就戴眼镜。好 ，OK， 3、2、1，你也是个 idol， 他也是个 idol， 你们都是 idol， 那我去找老舅 battle， 就这样。这首歌也加了自己很多想要去表现的、呈现的舞台，比如说 DJ 台。打完碟之后下来跟大家互动，然后跳舞、说唱都有，它是一个比较综合、全方位的舞台。老师，哎呦，探班了来了，这是什么？鲜花饼。鲜花饼，哎，好香啊，好香啊！可以，谢谢。我刚看了你排练啊，我觉得老酷了。真的吗？你那段 rap 词是你自己写的？啊，全是自己写的。Superman 嘛，我就在想怎么跟自己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主题是青春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到了，我青春其实是一直在为我自己喜欢的事在奔波，在投入。因为我15年去的海外，18年年底回的国，我其实练习练了3年多吧，所以我就想 ，OK， 那我就把我的青春，把我通过这个夏天感受到的写进去。自己写的这段 rap 词，其实就是想说。idol 这个词，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它是一种对于自己人生目标或者是一些想法的一种精神。我觉得我在这上面做的还可以。我们可以上场了。OK 了，可以上场了。对对对。每一个舞台，每一次曝光，我都会全力以赴的去把它做好，做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想要呈现的。